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的无杀伤力人设背后，竟暗藏不翻车的生存智慧。从龙套到飞天奖，她走了17年。拒绝顶流剧本，素颜蹲的吃盒饭，用老茧和精准选剧赢得 87.3% 观众好感度。王晶趁其无杀伤力观众缘，他却说让角色先成立，再惊艳。双引号。2024年飞天奖现场，一个中专毕业的农村姑娘举起奖杯，说了句从龙套到这里，我走了17年。台下的张艺谋眼眶发红，屏幕外的我们也跟着哽住。可别急着喊励志大片完结，真正的悬念来了。在这个讲究出道即顶流，翻车也要体面的圈子里，他到底用什么笨办法，硬是把路走成了高速公路？一边是高级脸极致惊艳的审美内卷，另一边是他的圆脸笑眼，素颜短发，裤脚沾泥。9月王晶出视频，给他贴了个关键词：无杀伤力观众缘。5月，他在造成者工地跟群演蹲的吃盒饭，热搜第3。有人靠红毯赢掌声，他靠手上老茧赢好感。可他不盲目转型，制作适合自己的升级，这升级到底怎么升？把时间线拉回去，19年前，选秀现场，小姑娘青涩但眼神钉子般稳。此后17年，赵丽颖从群演往上爬，拍宫锁沉香从马背摔下，留下腰伤。楚乔传沙漠里差点中暑休克。产后复出第1个月硬生生减了25斤。到2023年，3份顶级邀约摆桌上，古装 S+、都市清洗以及片酬最低的造成者，他挑了最穷的那个，旧和幸福的升级版，要更坚韧，更接地气。接着是2024年5月，工地盒饭照刷屏。9月，王晶剖析他的观众缘密码：不伤人，不踩坑，选剧精准，数据不带感情。2024年艺人观众好感度榜，他以 87.3% 正面评价断层第一，比第2名的 65.1% 高出22个百分点，还是2万名不同年龄性别地域的观众实名打分。普通人爱他，不是靠滤镜，雨天敢行程拉保镖进伞，上车主动先连，接剧本双手递，这些小动作比10条通稿有劲儿。走到今天，看上去水到渠成。奖项上，他金鹰拿过2次，是85花里第1个抱回飞天的。百花到手，白玉兰3次提名。商业价值也硬，2024年手握18个代言，单个2500万，续约率 94.7%， 行业平均才 57.3%。收视实际更像履历表，主演剧集16部破 1%， 其中5部破 2%， 网络播放量破1000亿的剧有4部。表面上风平浪静，仿佛稳到无聊，但反方声音也来了，是不是团队包装太狠？是不是人畜无害的人设吃红利？是不是不敢颠覆，只会在舒适区里转圈？更尖的还会问，圆脸成稀缺，是审美风水轮流转，还是运气碰巧站在风口？这些质疑不像风，像石子，虽小却能砸出水纹。而他口中的不盲目转型，到底是稳还是怯？真相往往藏在跑偏的数据里。行业里85花同期演员平均扑剧率 42.3%， 他呢 5.7%。更扎心的是，那些被他拒绝后来拍出来播了的剧，扑剧率高达 63.8%。这就不是团队运气好能解释的了，是剧本眼光加自我克制组合拳。再看创作态度，维演造成者里的基层干部，他提前3个月去乡镇实习，跟着干部下田访农户，笔记记了2大本。拍摄时剧用替身，38度高温抢险戏，顶着中暑休息一下接着拍。你说他不颠覆？对不起，他是在隐形颠覆，不是把自己扮成谁都不认识的样子，而是把角色活成恍惚以为他本来就这样。片场素颜短发，裤脚沾泥，和群演蹲的吃饭。
赶路时拉保镖进伞，这不是表演，是一种日常的无杀伤力。在一个追求震撼、流量、速成的行业里，他偏偏拿出最笨最慢的功夫，让角色先成立，再惊艳观众。王晶说他无杀伤力观众缘，本质是不给观众添堵。观众缘可不是粉丝滤镜，是你不端不装，别把我当傻子的默契。至此，前文的奖项、收视、商业数据连成一条线，并非天祥幸运，而是长期主义的利滚利。到了2024年，造成者杀青那天，他站在泥土飞扬的工地中央，素颜短发，裤脚全是泥，笑容比红毯还亮。那张照片获赞387万，仿佛大圆满。但表面平息的背后，是更大的行业难题。平台算法催更，观众审美疲劳，爆款半衰期越来越短。演员稳着拍，很容易被扣上保守的帽子，赶着转，又可能一脚踩空成扑街教材。意外障碍还在前头，他的适合自己的升级路径能坚持多久？基层、创业、现实题材往深里走，难度是指数级上升。圆脸的亲和力若被大量复制，审美又会回到差异化赛道，他还得重新定义稀缺。分歧也更尖了，一派希望他彻底转艺术片路线，拿奖拿到手软；一派则喊回甜宠吧，一路平推就行。问题是，哪条路都不是左脚右脚的小事，是方向盘级别的大抉择。他能不能继续在稳和冒险之间踩好刹车点和油门点？这才是真正的难关。大白话讲依据，有人说他无杀伤力，我看更像无花哨力，该扎实的时候一点也不含糊。可站在反方立场也得问，这份稳会不会就是不翻车哲学？这么会避坑，真是保险行业优等生。但别忽略了矛盾，观众缘要温度，艺术突破要锋利，二者像一双筷子，缺一根都夹不住菜。他的路子是升级不颠覆，看着不杂，但每一步都在往硬的上踩。假装夸一句，这稳得像故宫城砖，一块一块码出来的。可真要挑刺儿，也得继续看他下一把怎么赶，怎么稳。当下这条路怎么走更直？是继续做工地泥点加无杀伤力的长期主义，把好感度87.3%再往上抬，还是干脆孤注一掷走极致转型路线，哪怕扑剧率从5.7%飙上去也认。一边是别伤观众的温软，一边是要震撼世界的狠劲。你站哪一边？圆脸的亲和力更稀缺，还是范显的勇气更动人？评论区碰一碰，别客气。赵丽颖的无杀伤力人设背后，竟暗藏不翻车的生存智慧。这句话道出了许多人长期以来的疑问：为什么在这个瞬息万变、充满竞争和复杂话题的娱乐圈里，赵丽颖能够始终保持稳定的发展节奏？为什么她几乎从未卷入太大的负面舆论，反而是越来越受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？答案并不只是因为她演技好、作品成功，更在于她选择了一条低调而智慧的生存之道——无杀伤力的人设。这种人设看似简单，实则难能可贵，背后蕴含的是他对娱乐圈生存法则的敏锐洞察，以及对自己定位的清醒认知。赵丽颖的无杀伤力，首先体现在她的外形气质上。娱乐圈里的女明星往往强调凌厉的气场和强烈的辨识度，而赵丽颖与众不同。她的长香清秀，带着几分圆润与温婉，没有攻击性，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。正因如此，她能自然地在观众心中形成邻家女孩的印象。观众看到她时不会觉得距离遥远，也不会因为过度的强势气场产生疏离感。这样的视觉感受为她打下了无杀伤力的基础，让她在形象层面几乎不可能成为舆论的靶子。其次，无杀伤力的人设在她的言行举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赵丽颖鲜少在公开场合高调发言，也极少发表争议性观点。她的话语简洁、真诚，既不会让人觉得刻意讨好，也不会引发不必要的纷争。她很少去主动制造话题，
而是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作品和角色上。相比许多明星依靠热搜和流量维持曝光度，赵丽颖显得低调许多，但这份低调反而成了她最强的保护色。因为越是少说多做，越能避免舆论的误解与放大。再者，赵丽颖的无杀伤力并非意味着她软弱无力，恰恰相反，这是她在娱乐圈长期摸爬滚打后形成的一种智慧选择。娱乐圈竞争激烈，各种拉踩、比较、炒作层出不穷，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舆论漩涡。赵丽颖深知这一点，所以她从不参与无谓的争斗，也不轻易回应外界的流言蜚语。她用作品和成绩说话，让观众用实际行动来回应。正是这种以退为进的姿态，才让她能够屹立不倒，逐渐积累下属于自己的口碑和地位。与此同时，赵丽颖的无杀伤力人设还体现在她的角色选择上。从花千骨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再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现实题材作品，她所诠释的角色大多带着善良、坚韧、正直等特质。这些角色不仅与她自身的气质高度契合，也进一步强化了观众对她温柔、不具攻击性的印象。角色与人设的双重叠加，使得赵丽颖在观众心中逐渐固化为一个温暖可靠的存在。她的荧幕形象和现实气质相互呼应，共同构建起了她的无杀伤力品牌。那么，这种无杀伤力的人设为何能成为不翻车的哲学？原因在于，它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他在公众视野中的风险。明星翻车往往来自于3个方面：言行不当、私生活混乱、作品乏力。赵丽颖在这3方面都做到了高度自律。她的言行低调谨慎，不给外界抓住把柄。她的私生活虽然也曾被关注，但她始终以平实和淡然的态度面对，从不借机炒作。她的作品虽然并非步步爆款，但大多数都保持了稳定的质量和话题度。3方面的良性循环，让她形成了一个几乎滴水不漏的人设防护网。更重要的是，赵丽颖并非只是依靠无杀伤力来维持人设，而是用实际行动去充实这个人设。她努力学习演技，挑战不同题材。她积极参与公益，默默支持社会正能量。这些行动让她的无杀伤力不只是表面的温柔与无害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善意与力量。观众看到她时，会觉得她不仅仅是一个演员，更像是一个愿意用自己力量去影响社会的榜样。这样的力量，才是她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核心所在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赵丽颖的无杀伤力哲学对普通人也有启示意义。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复杂人际关系的社会里，很多人习惯通过锋芒毕露来证明自己，结果往往陷入不必要的对立与冲突。赵丽颖的做法告诉我们，低调并不等于没有力量，温柔也不等于软弱。真正的智慧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收敛锋芒，把注意力放在积累自己内在的力量上。这样，即使身处风浪之中，也能稳住自己的节奏，不至于轻易被外界裹挟。总结来说，赵丽颖的无杀伤力人设是她在娱乐圈长期摸索出的生存智慧。它让她既能保持观众缘，又能避免陷入舆论漩涡，同时还能不断拓展自己的事业空间。她的成功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不一定要咄咄逼人才能赢得尊重，不一定要剑拔弩张才能证明实力。真正的强大，往往是外柔内刚，是在温柔的表象下拥有坚韧的内核。最后，想对观众说的是，赵丽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女明星的成功案例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所谓不翻车的哲学，其实就是在复杂的环境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自我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遭遇各种舆论与压力，但只要能够守住真诚，保持自律，积蓄力量，就能在人生的舞台上走得稳，走得远。赵丽颖的无杀伤力智慧，是她送给观众的一份无声的礼物，也是一种温柔的提醒。人生不是一场争斗，而是一场修炼，唯有保持初心，方能一路长青。
你以为看懂了王一博？多面造型背后才是真隐藏技能。王一博的千面魅力，从港风卷毛小王子到暗夜仙王，他像孙悟空般轻松切换造型，背后是身材、审美和表演力的硬核支撑。他不仅带火潮牌，更用多变挑战娱乐圈同质化，哪怕争议不断，也始终在时尚与个性的夹缝中玩出天花板级表现。要说咱们娱乐圈的变脸大师，那王一博指定的占一席之地。为啥？这小子身上自带一种今天谁还不是个千面人了的飘逸劲儿，活脱脱跟孙悟空变戏法似的，一会儿拧成港风卷毛小王子，一会儿变成又黑又贵的伯爵大佬，转身一套黑西装又板正又主流，愣是谁都拿不住他这一身反差。你可别以为这只是衣服换的勤，背后的门道才叫人服气。让我们摊开来唠唠王一博这可塑性到底有多硬核，还有那根深蒂固、甩不掉的气质魅力怎么整出来的。咱们开门见山，直接上猛料，你一天刷不到仨王一博造型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关注娱乐圈。这哥们是那种别人换发型像换魂，他换造型像顺手拧瓶盖，脸上没啥波动，气质倒是能玩转18般武艺。咱就说他那个香奈儿白套装卷毛头，简直像从80年代港片里钻出来的富家公子，眉宇间写满一关楚楚超有钱，但再一瞅，头发那懒散劲儿活像下楼买冰棍顺便救了个女主角。巧了，这还没看完，一转脸人家又黑色西装上身，立马切换成暗夜仙王，一副谁碰都得烧着的范儿。伯爵是啥？不就是坐在欧式老沙发上，侧着脑袋一言不发，光用气质搞定3桌宾客的主吗？王一博直接给你演满了，哪怕他不说，光那眼神都能打出离我3米，非富即贵的气场。你不服都不行。但别以为他玩造型就全靠脸，谁要觉得娱乐圈拼的就是五官和灯光，劝你赶紧下车。人家一换回直发黑西装，站在会议台上，正儿八经的红右专路线，气质立竿见影，秒变新青年劳模代表。不像有些人穿西装就跟中了邪一样，王一博穿西装衣服自己都想鞠个躬。这还不说，配那清冷的表情，可不是装出来的，是真有点能把场子撑起来的劲头。你造型切换的跟备胎一样丝滑，这背后的本事在哪搁着呢？第一，身材这块儿，王一博甭多说，天生金刚琢玉出来的，身体比例协调，既能扮淡漠仙男，也能装活力少年，一服不挑，板正、飘逸、高冷、叛逆，通通随意切换。第二，人家审美细胞贼敏锐，对时尚趋势把控的比天气预报还准，不靠随大流，而是把你有你的范儿，我有我的骚气完成了标配。普通人穿出来跟灾难片现场似的东西，王一博一上身，立马成了封面大片。谁说不是基因和后天修炼的双开门冰箱？再一个，王一博的表演能力是真能打，他不是靠衣服撑气场，而是能用表情和肢体把造型灵魂抠得明明白白。那种细节操作，跟东北人吃大葱蘸酱油一样讲究。你看那一抬眼，一挑眉，简直跟老戏骨沏茶似的，火候刚到好处，见谁都得夸一句会。双引号。最无敌的是，他这造型多变还不光自个儿爽，硬是把一堆时尚博主、设计师看得直冒金星。多少潮牌平时死活没人理，被王一博一带火，立马销量翻倍。你要说这人没有点时代意义，那可真是瞎扯淡。咱中国时尚圈都得琢磨怎么靠点王一博效应挣钱养家。可别以为所有人都买账，这年头吐槽的永远比点赞的快。有人说服了，这年头咋都成了大网红带货，穿个睡衣出门，照样敢往时尚头排。有人阴阳怪气，这不就是小白脸换衣服？更有甚者，他造型确实多，但能叫气质吗？不就是做表情包吗？还真敢往上升美学。双引号，这嘴可真毒。但说句心里话，
以前娱乐圈确实靠脸天吃饭，现在还真不行。王一博这水平，衣服、表情、台步、肢体语言，全是硬货。要不然你叫别的小鲜肉出来试试，分分钟穿成活动现场的塑料汉铺。谁能像王一博这样，一天3个造型，全民刷屏，全网模仿？这要换成隔壁家小区大爷，张口就是一句这娃娃有戏。双引号，王一博能火，不光是因为他能穿衣服，更是因为他敢于打破常规，敢于用多变挑战同质化的娱乐圈。你要说这是转瞬即逝的流量，真是没看出来这里头的创新和自我突破。你见过哪个年轻偶像既能走机场拽拽酷酷，又能红地毯端着大气场？这是搁东北大姨嘴里都得说一句这孩子真虎，啥都不怵。双引号，围观久了，多少人也该明白，时尚本身就不是跟风，而是关于个性、态度和探索。王一博的多面造型，在这基础上加了双倍辣椒。你可以不懂，但不能否认，它确实给整个市场和粉丝群体带来了新活力，既能满足年轻人找刺激的心，又能启发设计师靠自己想法点燃灵感。你要觉得这没营养，那你看破的可能不是时尚，而是生活的乐趣。但世间哪有一帆风顺的轻松事？别看现在王一博造型怎么玩，底下的水其实比你刷短视频时的网速还深。一边是资本和公司希望他保持大众面孔，走正能量顶流青年的路，另一边时尚圈和粉丝又拼了命要他敢越雷池，越疯越好，越有棱角越值钱。你琢磨这个劲儿，整个娱乐圈成了拉锯场，要不就端着，要不就飞着。这冲突其实才是娱乐产业的真弧。整天裹在偶像标签下的人，想突破上限基本没啥好果子吃。你看王一博这路数，明明潜力巨大，但只要一出圈就有人喊油腻妆，人设稍一动摇就是满城风雨。粉丝口味一天3变，上一秒还在吹我的天这么帅，下一秒可能因为微表情不对拍桌子开骂。啥叫压力山大？这就是压力成山了。更可乐的是，穿多变了，网民骂他没定力，穿太稳又嫌他无聊保守。你说这咋整？取悦每个人还真不能靠一张脸一身意。说的直白点儿，就是甭管你咋变，始终都有想拿大喇叭喊话的人跳出来。没点大心脏真撑不住这个场。看似现在风头劲，大家都是一片歌舞升平，万众追随。实际上，娱乐、时尚和风向的更迭，快得让人脑壳疼。王一博偶像事业路上，每次突破自我都得先过一关又一关身份审查，每回造型翻新都要小心谨慎。时尚是潮水，流转难测。你以为的风头浪尖，也许早就藏着暗礁。说不定明天风头一转，大家又一窝蜂冲向下一个造型魔术师。这娱乐圈向来铁打的娱乐圈，流水的王炸人。再说了，社会大众的审美其实没那么宽容，多一分张扬，会有人说浮夸；稳一点则嫌太老成。还真成了那句老话，中不中，都是个痛。王一博的可塑性就是在这种夹缝里练出来的，成也争议，败也争议。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整个时尚圈都得替他捏把汗。说回咱老百姓，你以为看个偶像换装秀是图啥？图的不就是那种普通人也有可能混个风生水起的幻想吗？这回王一博玩明白了，成了模板，别人学不来，那可就真是天上掉馅饼砸自己头上。行了，说来说去，咱还是得替王一博鼓掌表扬一下。你说他是千面胶水，粘啥都能粘上自己的印记。但偶像做久了，人设累，争议多，风向随时转，这种把复杂造型玩得风生水起的能力，说简单点儿，真不是谁都能来。不是有网友调侃他像棉花糖，总是软软糯糯，变幻莫测，这背后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压力，真不是普通人一把把吐槽就能带过的。成也多变，败也多变，这年代混个正主，
就跟东北大雪天走冰面，一步三滑的小心摔跟头。王一博无非用自己的气质加造型，把姨的鸡毛变成了天花板。哪怕你不服气，哪怕嘴上没一句好话，但你不能否认人家这本事，咋是真有？双引号，哥几个，你说吧，这样的装啥啥有范儿，换啥啥不拉胯的选手现在可不多见了。你要是还觉得这都是新瓶装旧酒，那请告诉我为啥换了别人穿，网上连动静都没有？为啥王一博一加戏，全网跟着起哄？这难不成真是一架子版本更新？你信不信？这一波波流量和争议，最后拼的都是底子，不怕黑屏，就怕你没招。在当今的娱乐圈，光鲜的外表与流量的叠加，往往让人误以为造型只是表面功夫，是为了博取眼球、制造话题而存在的附加品。但如果你真正去关注王一博，会发现他的每一次造型并不是随意的换装或者单纯的时尚展示，而是带着思考、情绪甚至角色理解的表达。他的造型并不止于衣服和配饰的选择，而是与他的身份、作品和态度紧密相连，成为了他隐藏技能的一部分。有人说，王一博的魅力在于冷酷，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他的冷酷从不是单一化的标签，而是通过不同造型延展出的层次感。他可以是赛车服里冷静专注的职业选手，可以是舞台上光影之间自由肆意的舞者，也可以是古装戏里直谏冷峻的少年郎，甚至是现代剧中有些倔强的小人物。每一个造型仿佛是一面镜子，让观众看见他不同的内心侧影。而正是这些多样化的造型，构建了一个更加立体的王一博。从时尚角度来看，王一博的多面造型几乎是年轻一代的教科书式参考。他既能驾驭极简风，穿着一件白 T 恤、一条牛仔裤，就能用气质撑起画面感，也能轻松 hold 住高定礼服，在红毯上散发高级氛围感。他并不是追逐流行，而是懂得如何与造型共鸣，把自己放进整体氛围里，从而展现与众不同的感觉。时尚界对他的偏爱，正源于他不做衣架子，而是让造型成为叙事的一部分。如果说时尚是他的舞台，那么影视作品则是他多面造型的另一种试炼。在《陈情令》中，他的魏无羡与蓝忘机形成强烈反差。王一博凭借蓝忘机的冷峻造型，把角色的内敛、克制和深情都隐藏在举手投足之中。到了风起洛阳，他换上古风长衫，眉眼间带着倔强，造型的细节强化了人物的成长与挣扎。而在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里，他则通过干净利落的现代造型，传递出角色身上真实的生活感。造型不仅是视觉上的符号，更是演员进入角色的重要通道。王一博的这种理解，让他的多面造型拥有了更深层次的价值。不可忽视的是，王一博在舞台上的造型表现力同样让人叹服。他能用一顶帽子、一件夹克，就迅速将自己切换到舞者的状态。他的舞台造型往往不复杂，但细节中藏着讲究，比如布料的流动性、光影下的反射效果、颜色与舞台氛围的契合度，都与舞蹈动作紧密呼应。这样的设计感不是单纯的外在装饰，而是通过造型为舞蹈赋能。王一博的舞台因此不仅有动作的冲击力，更有视觉的整体震撼力。或许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王一博的多面造型其实是他职业态度的映射。他不愿被框死在某一种风格里，而是通过不断尝试新的造型，向大众传递出一种我可以是任何样子的自信。这种自信来自于他敢于挑战，不断磨练自我，不断拓宽自己边界的坚持。无论是赛车服上的汗水，还是红毯上的风度，亦或舞台上的爆发力，造型只是外在载体，真正的核心是他背后付出的努力与执着。从大众审美的角度看，王一博的造型之所以能不断出圈，还在于他懂得利用造型表达与观众的情感共鸣。他的某些造型会带来少年感，让观众仿佛看到青春的勇敢与不羁。
另一些造型则散发成熟气场，让人感受到稳重与担当。这种反差感正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。观众在看他的造型时，仿佛在阅读一个关于成长与蜕变的故事，而这比单纯的美或帅更有感染力。在这个流量时代，很多人把造型当作短期吸睛的手段，追求猎奇、夸张，却很少有人能做到像王一博这样，将造型融入成长与作品，让它成为自己职业道路的一部分。王一博的多面造型是隐藏技能，更是一种沉淀。他用造型告诉大家，一个演员，一个艺人，应该如何通过外在呈现内在的态度与价值。结论上来看，王一博的多面造型不仅是表象的华丽，而是他自我探索的轨迹。从舞台到荧幕，从时尚到生活，他通过造型不断切换身份，既是顶流艺人，也是普通青年，既是观众眼中的偶像，也是用心生活的人。他的多面造型让人看到，他不是被动的接受安排，而是主动参与塑造，用造型作为语言，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。这正是他不同于他人的独特魅力密码。而对于观众来说，我们更应该学会从王一博的造型中看到背后的坚持与选择，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好看或者惊艳。那些多面的造型，是他一步步用努力积累的沉淀，也是他不断突破舒适圈的结果。王一博用造型告诉我们，人生不是一成不变的模板，而是可以有无限可能的探索。亲爱的读者们，当我们在惊叹王一博多面造型带来的视觉冲击时，也可以试着思考，自己是否也能像他一样，勇敢去尝试，去突破，不惧质疑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与定位。不要害怕改变，也不要拒绝尝试，因为每一次选择都会让我们离更好的自己更近一步。王一博的多面造型不只是娱乐圈的时尚话题，更是一种生活的启发。他在用行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魅力不在于别人眼中的定义，而在于敢于活出自己的多面精彩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